2013年12月15日上午，杨女士做完家访之后，正匆匆赶路，眼角余光突然瞥见路边的一个半开的井盖那里似乎有东西在动。她停住脚步，仔细一看，一只被泡得惨白的手正从井里伸了出来，无力地在那里摇晃着。杨女士吓得差点就叫出来了，她鼓起勇气凑近井口，仔细一看，井下深处呢，一个女人半身被泡在了污水当中，全身浮肿，人呢还活着，但是非常的虚弱。你就大概是我站在这儿，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手就这样子在摇。时间倒回3天之前，2013年12月12日下午6点50分，海口的天空飘着冰冷的细雨雨点像刀子一样的冷得刺骨。滨海新村的这条小巷行人稀少，一个撑着伞的男子出现在了监控画面当中。他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呢拿着一个纸箱，走到巷子中段的一个屋井旁，蹲下身子，熟练地撬开了井盖，将纸箱拆开，平整地铺在了井口之上。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的时间，完成之后，他从容地离开了现场。大约10分钟之后，这个男子再次出现在监控当中。这一次呢，他身边多了一位女性，这位女士姓郭，我们叫她郭女士。两个人共撑着一把伞，当距离井口还有20米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加速跑了起来。同时呢，男子突然将伞压得非常的低，完全挡住了郭女士的视线。与此同时，男子引导着她向纸箱覆盖的井口跑去。下一秒，郭女士一脚踩空，整个人向井口坠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身后的男子不仅没有拉住她，反而用尽全力将她往井里按。郭女士连人带伞彻底的被推进了深井当中。紧接着，男子冷静地盖上了沉重的井盖，然后离开。5分钟之后呢，男子再次返回，仔细检查了井盖是否盖得严实，并且呢，他还从附近工地里搬来了一块大木板，压在了井口上。完成这一切之后呢，他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叼着手电筒离开了现场。这个污水井深度达到3.2米，光水深是1.7米，水面往上水面到井口大概是1.5米的距离。而且呢，这里的污水井连接的是南海，如果人掉进去之后呢，大概率会被冲到大海里面。身高仅1.5米的郭女士不会游泳，一下子落水之后呛了好几口污水，恶臭味瞬间就充斥了她的鼻腔。求生的本能让她在水中乱抓乱踢，幸运的是呢，她的脚接触到了一根直径仅几公分的水管她勉强站到了那个上面，头部呢终于能够露出水面呼吸了。这根不起眼的水管就成为了她最初的救命稻草。井下郭女士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极寒海口虽然是处在热带但是在12月份还下着雨，气温只有8摄氏度，泡在又冰又臭又脏的污水里，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都是非常令人崩溃的一件事情。他摸遍了全身，唯一的工具呢，都是那把和他一起掉下来的雨伞。他试图用雨伞顶开井盖，但是20公斤的井盖是纹丝不动，而雨伞的伞骨被折断了。黑暗当中的时间流逝得非常的缓慢，不知过了多久，郭女士开始大声呼救，但是厚厚的井盖隔音效果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持续的雨声，下的大雨，她的声音呢被完全的掩盖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路上的行人来来回回，很多人都从这里经过，但是没有人听到郭女士的呼救。就算有人听到了，但是呢，走近仔细一听，又没有什么声音，所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然后就离开了。毕竟郭女士也不可能一直在那里大声喊叫，嗓子也受不了。雨越下越大，谁也想不到污水井里呢会有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郭女士只能靠自救了。第一天，郭女士在极度的恐惧和阴冷当中过去。郭女士一夜未眠，她时刻的警惕着井口的动静，担心那名男子会回过来返回补刀，所以呢，刚开始郭女士也没有大声的呼救。直到第2天，郭女士呢开始大声呼救了，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体力和精神开始透支的郭女士调整了策略，她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现金，用折断的伞骨将200元的钞票绑在一起使劲的顶出了井盖的通风口希望能够引起过路的人的注意。然而希望再次破灭钱被人取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救援赶来。我就把200块钱用那个伞那个铁杠把它串起来
使劲的顶到那个井盖上面去，最后被那200块钱也拿去了，就是那根棍子掉下来了。40个小时过去了，饥饿、寒冷和绝望交织的袭来。郭女士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体力开始下降，口渴了呢，就开始舔舐井壁上剩下来的雨水。她的皮肤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被泡得发白浮肿，神志逐渐的恍惚。我就梦见我已经到了阴间了，我爸爸死了，我看见我爸爸了，我不在人间了，我就慌是个哭啊。半梦半醒当中，他产生了幻觉，几乎要放弃挣扎，任由污水将自己冲入通往大海的管道。就在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想起了家中等待他的一对儿女，这个念头像一束微弱而坚定的光一样刺破了黑暗。郭女士重新的观察了一下环境，发现正上方呢有一根横穿污水管道的光缆管道，一个冒险的自救计划在她的脑中形成了。郭女士脱掉身上所有的衣物将雨伞的伞面也拆了下来，与衣物一起撕成布条，连接成一根简易的绳索。这样做呢，她很可能会让她快速的失去体温，但这也是唯一自救的方法了。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绳索抛向上方的管道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成功让绳索穿过了管道，形成了2个绳环。他把绳子的另一头绑在自己的左手上，右脚呢则骑在绳子上。他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向上爬，掉下来之后呢再爬上去，再掉下来再爬上去。井壁异常的湿滑，每一次攀爬都异常的艰难。他记不清自己失败了多少次，只记得不能放弃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他终于爬到了井口的附近，用脑袋和双手顶开沉重的井盖。而这时距离郭女士掉进井里已经整整2天3夜的时间了，总共过去了60个小时。郭女士的体力和精神都已经透支到了一定的程度，实在是没有了力气，她只能将一只苍白的手伸出了井盖。幸运的是，热心的杨女士路过的时候呢，看到了这只苍白的手，并且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这大概是我站在这儿，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手就这样子在摇，给那个水呢，就说泡得白白的了。就是5分钟之后，警察赶到了现场。警察看到现场一看也没有什么工具无法施救。于是呢，警方就到附近的店铺去借梯子。但是郭女士的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她已经体力耗尽，几乎是昏迷的状态。她再一次掉进了水里，这让上面的人呢急得直跳脚。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人群里有一个穿蓝衣服的大哥，他蹲下来，一只脚放在井口外面，另一只脚踩在井口里，探着身子，尽量的将手往井里伸去不得不说，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小心不光救不到人，很可能自己也会滑到井里去。不过还好呢，他抓住了女人的手，用力将女人从井里拽了出来。郭女士被拽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是昏迷的状态，浑身瘫软的倒在了地上，身上只穿着内衣。好心的杨女士赶紧脱掉自己的外套给郭女士盖上。紧接着呢，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将郭女士带到了医院进行急救。而救人的蓝衣大哥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说任何的话默默的就潇洒离去了。郭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她虚弱地告诉警方，她是遭人陷害才掉进井里的。郭女士说，害她的人也姓郭，是郭某。他跟我是一个老乡噻，原先我们就在一起做生意搞那个车子后来他要办厂子，他就说他资金不足噻，就跟我借钱噻。案发前4个月，郭某2次向郭女士借款总共10万元，并且呢写下了借条。案发前2天，郭某呢突然联系了郭女士他说自己在海南的朋友要给他50万，邀请郭女士来海南还他钱，顺便呢在海南玩几天。郭女士毫无防备的来到了海南，却不知此行险象环生在海南期间呢，郭某总是带郭女士找一些危险的地方游玩。后来呢，郭女士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感到毛骨悚然。原来这个郭某好几次都要害她了。海边上的时候呢，就照相的时候，他总是找一些那个很危险的地方，他猛地走过来推我，正好那天也下雨那个脚上面很滑的，他推我，我就吓死了我。案发当天，郭某以各种理由让郭女士将证件、财物等都留在了酒店，并且提前拿走了她的手机。这样的话，郭女士落入井口之后就没有手机求救，死了之后呢，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可以说，郭某为了不还钱，处心积虑的要害了郭女士的性命。郭某在案发后第2天一早就飞回了湖南老家，但是很快被2地警方合作抓获。我不是想他杀他，我是想瞎，当时我作为男人去吓他一下，不是去害死他。
面对审讯，他先是编造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他声称是因为看不惯郭女士的发型。她做的那个头发是黄的、红的，那大波的头发，我当时我好气。照他的说法呢，作为一名教师，郭女士的造型太没有师德了，他只想教训她。警方走访了理发店，理发师证实两人当时并未起冲突，反而呢，郭某还夸赞郭女士的发型好看，并且趁机拿走了她的手机，美名其曰要帮她拍照。当这个借口被拆穿之后呢，郭某又改口了，说两个人是婚外情。他说他和郭女士相约都和自己的另一半离婚，然后呢，他们两个组成新的家庭。但是呢，自己离婚5年了，郭女士却没有离婚。于是呢，郭某很生气，要报复郭女士。她有文化，我没有文化，她心疼了我也心疼她，要跟她老公离婚对我。但是我离了婚5年了，是不是我想找个老婆？对于郭某的这个说法呢，郭女士是坚决反对的，说郭某在胡说。警方调查发现呢，郭某之前是开厂子的，赚钱也不少，但是呢，他沉迷赌博，欠下了大量的赌债，根本就无力偿还这10万块钱。逃离现场以后，他回到了酒店，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将他给郭女士打的欠条2张欠条拿出来撕掉。这一行为就彻底暴露了他为了逃避债务而杀人的真实动机。2014年，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郭某为了逃避债务，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尽管属于犯罪未遂，并且呢事后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但是考虑到郭某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法院一审判决郭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郭某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维持原判。